房车的改造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又回到了我的旅途上。这一次是沿着加州1号公路北上，打算过一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1号公路的沿海有很多营地，不过都很难订。像我这样天马行空、随意而行的人，想去住的时候，多半是已经订不到了。不过这次我很幸运，昨天在网上订到了一个。加州海岸边的营地都非常拥挤，虽然是州立公园，但即使是没水没电，营地费也都在50-60美元以上了。我是38号营地，为什么我的位置上有人呢？空欢喜了一场。虽然我跟这个 Class B 的人，我们2个都有预订单，但是公园里查不到我的付款记录。貌似我这段时间买了太多的设备，把信用卡大概刷爆了。好在营地的旁边就是公路边可以宿营的地方，我以前住过这里，还挺喜欢的。上次疫情之前，宿营费是30多块钱，今天一问变成65了。虽然美国物价指数的上涨，统计学上的数字是个位数，但我在美国生活了5年，实际的感受是基本上翻倍了。这个位置就是我的，妥妥的面朝大海，后面的山上也是野花盛开，邻居还在石头缝里生了一丛火。比起刚才那个拥挤的营地来说，这里的环境我倒更喜欢。我上次来的时候天气非常好，光线很美。我 YouTube 的封面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没有期待的碧海蓝天，今天的天气烟雨迷蒙，色调有些灰暗。打开门，扑面而来的是海的气息，入耳的是海的潮声。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鲸鱼，早晨一推门就能有一群鲸鱼从门前游过，这样的日子该有多 lucky。 再仔细看看这个头，又似乎是太平洋斑纹海豚。不管是鲸鱼还是海豚，它们的出现都是大大的惊喜。今天的天气虽然不太好，但是一直生活在大自然里，我知道它从来不吝啬给我惊喜，所以我从来不会为坏天气抱怨，只要耐心等待惊喜出现的那一刻就好了。狗狗表示我没兴趣。看到海里那2只海豚了吗？它们游的离海岸真的很近。我特别喜欢看水鸟御风而行的样子。哇，它们的滑翔真是太美了。一离开海岸就阳光灿烂。今天我要去丹麦小镇，那里有一家我非常喜欢的烘焙店，他们的苹果派非常好吃。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人生的第一只苹果派是在北京王府井第一个开业的麦当劳吃的。在这条路上走了太多次，很多地方我都已经非常熟悉，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当地人。我今天的宿营地是一家葡萄酒庄。加州有很多美丽的葡萄园，也有非常好的葡萄酒。拜访各地的葡萄酒庄，
品尝不同风格的葡萄酒，也是加州旅行的一大乐事。这家酒庄是 Harvest Host 的成员，为来往的房客提供免费住宿。我到了以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带着我，告诉我葡萄园里哪些地方可以停车过夜。Really? Oh my goodness. 今天我是第一个到的，所以拿到了最漂亮的位置。这就是我今天窗外，面对着葡萄园。葡萄酒庄都有品酒的 menu， 我选了红酒、白酒5种不同的口味。酒庄里可爱的大狗狗也过来打招呼。Our winery dog right here steals the show every time. Bricks. So this is a really nicely balanced sparkling. It's made in method champagne malt, so it's made in the traditional French champagne making method. Effervescence is beautiful. It's very pronounced. You feel the bubbles. It doesn't get you back in your throat. Enjoy. Very fresh, very beautiful smile. Yeah, really great nose on that. Enjoy the sparkling.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h, I like this. I'm Steve. I'm the He's owner the winemaker. winemaker. Oh, Hi, everybody. I'm Steve. I'm the winemaker here at Fort Lanterns. thank you, Steve, for hosting me. Sure. My pleasure. Have fun. 我在酒庄里享受着美丽的午后时光。刚好收到闺蜜车友的联系，我们约好了过2天到17英里去看夕阳。晚餐我要做一个中式的香葱大虾意面。纯中式意大利面，还来一碗面汤，干脆就用筷子吃了。通往大苏尔的公路有一段道路坍塌，正在施工。所以我要先沿着101北上，绕到1号公路再南下。这天早上我遇到了能见度差不多是0的浓雾。本来就是山路崎岖、蜿蜒曲折的1号公路，在浓雾中更是变得扑朔迷离。靠近海岸线的时候，终于浓雾渐渐散去。当我在一处大的 pull off 停车的时候，眼前就是这样的碧海蓝天。当我在旅途中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的饭点、咖啡、下午茶都安排在沿途风景优美的地方。房车生活的最大魅力就是窗外的风景千变万化，随处停车
都是我舒适的家。人间烟火气的日子是不是特别好？做的是夏季蔬菜汤，用的都是夏天的蔬菜，茄子、zucchini， 还有西红柿。现在早晨还是有点冷的，所以今天就喝个热汤。现在是一伸手就来电，马上就可以烧水。原来是在这种环境中要开发电机。我觉得环境这么美的时候，开发电机就是大煞风景那个噪音。我的这个迷你养生壶成了我的煮蛋器了，因为我一直没有买到可以一次煮2颗的那种煮蛋器。这个小迷你养生壶是300瓦的，这么小的瓦数特别适合在房车上用锂电池来工作。在等着我的早餐做好的时候，我先面朝大海，来一杯 morning coffee。我的早餐，2颗水煮蛋，1碗蔬菜汤。我的蔬菜汤里是加了牛肉的，我通常会加一点牛肉或者3文鱼。这样的话，早餐就是蔬菜、蛋白质、优质脂肪全有了。这就是我一直引以为傲的我的风景厨房。早餐之后，我继续南下。今天我打算宿营在大苏尔州立公园的营地里，但是在网上却一直订不到位置，所以我决定直接开到门口去试试我的运气，因为我的运气一向都是超好的。Do you happen to have a spot for tonight? Yeah, if you wanted to camp with us tonight, you have to put on this list. Basically, you put your name down, and we have a couple open tonight. So you come back at 3 o'clock. 3 o'clock. Person, and you just hang out here, and we'll get you a site. Okay, thank you so much. 果然，我的好运气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他们真的有空位。但是现在还只能登记名字，我登记了2个晚上，要到下午3点以后才可以正式入住。现在我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决定去看看这附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瀑布 McAvey Fall。 这个景点的停车场不许停房车，刚好在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 pull off， 我就把车停在这里，直接走过去了。哎呀，今天的天气太完美了。这个在海岸悬崖上横空出现的瀑布，就是大名鼎鼎的 McAvey Fall。 We're
丽的瀑布海景让人心旷神怡。可是再开一次这个连环弯道的沿海公路，这一次我差不多把自己给开晕车了。下午3点，我准时回到了营地，如愿的拿到了2天的营位。营地在红木林中，巨大的红木遮天蔽日，它们是这个世界上生长最高的树种之一，可以长到20-30层楼高。大苏尔是这些绿色巨人在太平洋沿岸生长的最南端。这应该是我的位置了。这个位置不是很宽敞啊。哎呀，这个小地方好不容易才到正当了。这是我的后院，今天可以点篝火啦。这个为了防止森林火灾，它这个火圈做得很深，它要求所有的木头不能在火圈之上。这个位置就是将巴巴25尺，我是前后都塞得满了才进来的。这就是我接下来2天的家。好安静啊，只有鸟叫声。这大树荫里几乎是没有阳光的，我的太阳能发电是废掉了在这里。这种森林里的营地通常都不是很平的，就是各种倾斜，所以一定要做一个平衡。但是我看它这个土都是特别软的，我的千斤顶下边要放垫板，不然千斤顶慢慢的就陷进去了。后面的千斤顶特别靠里，够不着，我都是把2块板子接起来，然后这样往里推。差不多了吧？千斤顶先放下来一点，然后这样再放板子，比较容易找准位置。前边垫2个板子，让它再自动找一个平衡。把我的后院布置一下。刚刚搬砖，指甲搬劈掉了。这就是我在森林里的家。后院也安置好了。这就是我这2天的办公桌。
我现在有一个小客人，他很好奇的站在树上看我呢。这个蚊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它是纯天然的除虫菊做的，淡淡的菊花香非常好闻。它的药用成分只对昆虫有效，对小鸟、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无害的，在大自然里也可以放心使用。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我没听懂，你再说一遍。今天的下午饭是大虾粉丝包。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在大自然中的生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回到都市中。未来是未知，但是现在我的旅行还在继续中。下一个家会安在哪里呢？